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预约破100万背后兰香如故，谭松韵真能超越《知否》稳住口碑吗？谭松韵新剧《兰香如故》未播先火，一人分饰贵女与丫鬟，在宅斗权谋中破局重生。对标《知否》却挑战重重，观众期待的不是炸裂，而是合理。预约破100万的背后，是信任他能把每一步命运都走得真实。S 加双女主预约破100万，还对标《知否》，这简历摊出来，放谁身上都得让人打个问号。真有这么香，还是又一碗熟汤提味儿？可轮到谭松韵，观众的第一反应却是稳了。毕竟这位被称作90后里 CVB 收视三观王的演员，靠以家人之名归路，你比星光美丽把扛剧2字刻进了口碑。现在新剧《兰香如故》临近杀青，网上催更生，一茬接一茬，颇有点不播先火的味道。火归火，究竟热在何处，险又在哪儿？这事儿的细掰扯，先把关键信息放桌面上。谭松韵眼下在拍《兰香如故》，进度已到尾声，马上就要杀青。她手上还有《我和我的命》、逍遥2部待播，加一起3部，清一色她是一番大女主。从配置，《兰香如故》被定位 S 加级古装，主打古代社会家庭题材，明晃晃的对标《知否》。编剧是桐华，类型上做了个混搭，宅斗、权谋外加女性成长。片方给出的上线节奏挺克制，预计要到2025年第4季度或者2026年。剧情改编自小说《兰香园》，贵女沈佳兰遭遇灭门，顶着丫鬟许兰香的身份潜入林府，突破阶级枷锁，最后坐上当家主母的位置，为家族洗冤雪耻。谭松韵这次挑战挺猛，一人分饰2角。从端庄的大家闺秀到底层打拼的坚韧丫鬟，再一路走到主母，身份3连跳。她近期的清冷美人形象也跟剧里角色线条产生了互文，有种摆脱甜美标签的意思。拍摄中还有个小花絮，大夏天拍雪景，她硬生生靠信念感撑住了表演，被夸信念感封神。平台预约量已经破100万。热度说明白了，大家是真等。为什么一部古装家庭剧能在神仙打架的待播片单里杀出头？第一，观众对谭松韵等于稳的印象根深蒂固。她的戏多半不是靠一个大噱头吃红利，而是靠角色完成度和情感粘性让人上头。某种程度上，她是那种你放心交卷，我替你把作业写好的演员。第二，S 加与桐华的配置意味着制作侧不想走小打小闹的路，想在古装市场做厚重感与烟火气的平衡。第三，双面逆袭的叙事抓手够硬，贵女与丫鬟2条身份线，天然带着戏剧张力，同一张脸2个命运。这种切换一来能撬动演员的表演空间，二来能承载女性成长的复杂命题，不是直线往上冲，而是横向破圈，纵向破局。话的说两头，对标《知否》是把刀，锋利是真锋利，歌手也是真歌手。家庭叙事最大的难点在分寸感，一上来就猛宅斗，容易俗，全谈家法理智，又容易闷。兰香如故能不能守住生活机理，别把古代家庭拍成高配密室逃脱，这得看剧作对日常细节的耐心。再说 S 加，这几年谁都知道这个标签既是保障也是压力。预算充足意味着美术、服化能拉满，镜头语言和群戏能铺开，但同时也把观众的预期抬到天花板上，任何小瑕疵都会被放大。至于预约破100万，热度是真热，但热度不等于口碑。预约是我想看，口碑是看完还推荐，这中间隔着剧作节奏、人物弧光、细节质感3道关。还有营销叙事里最容易被偷换的概念信念感。大夏天拍雪景值得敬业鼓励，但敬业只是底线，真正封不封神，
还得看戏里那一秒是否让你忘了酷暑寒冬，只认角色心跳。把镜头拉近到普通人，你想白天摄续上线，晚上追剧回血。我的同事小赵，工位上永远一杯续命咖啡，嘴上说不追了不追了，手指头却老老实实点了预约。他不担心剧不够炸，他怕的是炸完尴尬。他的标准很简单，人物别降智，关系别硬凹，哭点别靠 BGM 硬推。至于贵女变丫鬟再回主母的逆袭，他说看着爽，但更想看他怎么把每一步走得合理。我楼下菜市场的2位大姐聊到古装家庭戏，最爱的是情理法3件套，情要真，理要顺，法要立得住。他们不是看权谋杀伐的复杂，而是看这个家怎么成立，这个女人怎么把日子过明白。再说演员的专业度，大夏天拍雪景这事儿，打工人很懂。谁还没在40度送过快递，在零下清过早市？换位观众会对敬业点个赞，但更希望这种吃苦能换来镜头里真实的生命力，而不是空有谈资。更深一层，兰香如故代表的是当下大女主赛道的一次调味，从甜美可爱转向清冷坚韧，从一路开挂转向层层拆弹。观众为什么吃这一套？因为生活真的不爱开金手指，身份的切换，阶层的缝隙，规则的灰度，这些构成了我们日常的隐形迷宫。戏里的顶替潜伏，表面是爽感设定，底层是对秩序的拷问。谁在制定游戏规则？改变命运靠的是一腔孤勇，还是对规则的熟人与重写？宅斗和权谋只是外衣，里子是在系统中怎样活得体面。不播先热的工业逻辑也值得琢磨。平台与片方把 S 加当成安全垫，提早蓄水，反复预热，能减少投资风险，但也容易催生预期通胀。预期一旦被打穿，回撤会来得更猛。所以真正稳的策略是把精力投到剧作细节和人物成长。观众要的不是女主无敌，而是她每一次选择背后的代价与代偿。至于唯一的3观王之类的江湖称号，它能提供一个起点的信任，却不能代替一次新的答卷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口碑不是写在海报上，是写在弹幕和复播率里。回到眼前这部剧，亮点不难列，双角色、多弧线、家庭叙事的现实映射，以及演员本人从气质到类型的升级尝试。风险也明摆着，对标目标过高，营销叙事易透支，长线排播考验耐心。最动人的可能不是复仇成功的终极爆点，而是途中那些细微的战力，他怎么在夹缝中守住边界，怎么在泥沼中保持清醒，怎么用不声不响的手段让正义重回桌面。我们看戏其实是看自己，看我们在单位、在家庭、在社会规则面前如何不被吞没。说到这儿，问题丢给你，你更期待兰香如故的哪一面？是贵女变丫鬟的反差爽，还是当家主母背后的情理法？对标知否？你觉得她该学什么，又该坚决不学什么？预约破100万，你在那100万里吗？留言里见，咱们接着唠。